在开荒出来的田地里制作菜架子，带着孩子外出采摘荔枝补贴家用，给2个孩子置办一身新的衣服。今天对于珍妮来说是满足的一天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美好的一天从喂养大批量的家禽开始。现在不止鸭子的数量在急剧的增加，家里的老母鸡也成功的孵化出了小鸡仔，再一次的壮大了珍妮家里的养殖业。2只小猪仔也都在珍妮的悉心照顾下茁壮的成长着。实在不敢想象，等他们都长大并且成功的贩卖出去之后，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情形。之前因为大雨演变成山洪的河水也已经完全的消退下去了。2个孩子去上幼儿园的路上也安全了许多，终于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被河水给冲走了。今天家里的好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。还记得这个投入了大量心血开荒出来的田地吗？也是成功的到达了开花结果的时期了。因为种植的一部分是西瓜，如果瓜苗直接在地上生长的话，可能会因此影响西瓜的卖相，到贩卖的时候就要被大打折扣了。因此珍妮今天打算给他们搭建个架子出来，后山上就有着许多的野生竹子，丝毫不用去担心搭建材料的问题。贫穷的地区就是这样，什么都是就地取材。虽然竹子很简单的就能获取到，但是每次搬运下山的时候，都少不了对珍妮进行一顿折磨。辛苦得到的竹子就可以用来进行搭建了。需要先将骨骼长得奇特的树杈奋力地插入地面，随后就可以将竹子横加在树杈上，来充当基础的菜架结构了。剩下的只需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搭建即可。整个搭建过程看起来很简单，实际上需要花费许多的精力去完成，这对于珍妮的体力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。辛辛苦苦地搭建完所有的框架之后，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，只需要在2个框架结构之间把小一些的竹子平均地分布在上面，来作为西瓜的承受结构就好。真的打心眼里就很敬佩珍妮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像模像样的，好像所有的事情在她的手里都变得简单了许多。时间在忙忙碌碌之中总是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孩子放学的时间了。2个孩子虽然年纪都还很小，但是他们早已是母亲身边的好帮手了。放好书包的他们第一时间就投入到了搭建之中，这完全像极了我们小的时候，也是放学的第一时间就帮助着家里去干农活。虽然在当时这样的日子很是辛苦，但是现在仔细的回想起来，却不免得有些令人动容，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的一般。那时候的我们时时刻刻的和家人在一起，如今为了工作，为了生活，1年都难得的见几回面，像珍妮这样的生活，何尝不是幸福的一种呢？有2个孩子陪伴在自己的身边，即使是在辛苦的日子，她都会是甜蜜的吧。在2个孩子的帮助下，终于是完成了菜架的搭建，将西瓜苗都放置在上面，这样等他们都到了结果期的时候，就能完全的远离地面了。希望能尽快的成熟起来，给2个孩子带去更好的生活。一转眼第2天就来临了，果不其然，昨晚又下起了小雨。好在珍妮前2天就已经把柴棚搭建出来了，不用担心没有干燥的柴火给孩子煮饭吃。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，她是一位很有先见之明并且很独立的母亲，不然也不会把家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了。鸭蛋是2个孩子每天的营养摄入，用来保证他们发育的身体需求。炎热的夏季正是野果成熟的季节，珍妮已经有好久都没外出劳务过了。趁着现在家园没有需要打理的地方，她打算带着2个孩子外出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有一些收获来补贴家用。在他的心里还有着一项很重大的决定，需要储备许多的钱才能实施得起来。这段时间他也一直在向着那个目标努力着。一家3口翻山越岭的寻找了一段时间后，终于还是让他们有所发现了。由于身处大山深处的原因，这里常年的无人涉足，导致野外生长的荔枝没人打扰，每一个的个头都长得异常的大，如今也都到了成熟的季节了。看来珍妮今天的运气是挺不错的，脸上的笑容就一直没停下来过，只想着多采摘一些拿去镇子上贩卖，浑然不顾树叶上的雨水会把身上打湿。采摘的那叫一个开心，毕竟在这个世道，有收入才是硬道理。直到2个竹篓都彻底的装不下了，珍妮这才满足的带着2个孩子往家里走去。真希望能在这里修出一条路，让他们一家3口平日里出入的时候不要那么的艰难。今天收获的荔枝个头又大，卖相又好，相信应该能卖出个好价钱。所以珍妮整理完整后，
还没等休息上一段时间，就迫不及待地带着2个孩子出发了。由于他今天带着2个孩子，所以他不打算走去遥远的镇子上了。他打算以游走的形式进行贩卖，找个人数较多的村落，看看能不能贩卖给当地的一些农户。商品的卖相确实能吸引到购买的顾客，加上珍妮的价格给的也不是很高，这大大的激发了他们的购买欲望。在农村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只要看到有一个人购买了之后，其他人也会跟风式的进行购买，生怕会落后别人一般。不过这也是珍妮想要达到的效果。忙忙碌碌的贩卖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总算是把今天采摘的荔枝贩卖出去了。有了钱的一家3口，步伐都不由得欢快了许多。看到有贩卖衣服的商户时，珍妮这才想起来已经很久没给孩子买过新衣服了。赚了钱不就是要给孩子花的吗？她并不是一位小气的母亲，自己苦就行了，千万不能苦了2个孩子。她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孩子能过上好的生活。刚好今天也有着额外的荔枝收入，二话没说就给孩子置办了一身行头。今天对珍妮来说是心满意足的一天，就是回家时看着又慢慢汹涌起来的河水，心里不免的有些担心了起来。在这样的地方住着实在是有些危险，可千万不要又演变成山洪来破坏家园才好。挖掘山体，扩充后院，修整凹凸不平的地面，珍妮的家里迎来了史诗级的大改造，现在越来越有家园的感觉了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家园又下了一整晚的雨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一片。昨晚珍妮翻来覆去的想了很久，在这里居住实在是有些太危险了。后面就紧紧依靠着一座山头，后院现在不仅高低不平，还杂乱无章，下大雨的话还很容易积水，从而演变成山洪，对辛苦搭建出来的家园进行毁灭性的破坏。房子要被冲坏的话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为此，珍妮在心里犹豫了许久，终于在昨晚下定决心了。她打算对家里的后院进行大的升级改造，来确保孩子的安全，也能让家园更加的完善起来。这回她跟着2个孩子一起出门，并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之后，没有立刻的返回家中，而是沿路寻找起开挖掘机的农户来，与挖掘机师傅大致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询问好大概的价格之后，珍妮就带着挖掘机师傅回到家中进行了实地的考察。由于当初慌忙选择新家地址的时候，没有来得及考虑得很充分，也不知道家里能如此快速的发展起来，导致选择的这片区域并不是很好。房子的后面高低不平整，特别容易堵塞积水，后院又紧靠着一座大山，导致院子的空间不够大，下大雨还很容易造成山体滑坡。为此，珍妮打算请挖掘师傅把后院进行平整，顺便铲除掉一些山体，把后院进行扩张。由于家里还没有存到那么多的钱，就提前开始了后院的升级改造计划，所以珍妮商量了一下，打算用鸭子来顶掉一部分的费用。等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终于可以开始后院的升级工作了。就是挖掘机开进家里的时候，差点没把开挖掘机的师傅吓一跳，因为要面临着横渡一条大河，河里又掺杂着许多的石头，差点没把挖掘机给干冒烟了。这一刻真的太令人激动人心了。家园的后院迎来了史诗级的升级改造，虽然会破坏掉珍妮辛辛苦苦种植的东西，但是把后院改造升级之后，不仅能得到一个宽阔的大后院，同时家里的安全性也会提高了不少。更主要的是可以重新进行规划，这样家园的建设就会更加的合理了。在忙忙碌碌中，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孩子放学的时间。由于工程量有点大，一天都干不完，只能明天再接着休整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珍妮就带着2个孩子去喂养了家禽，并收集起了今日份的鸭蛋。现在的日子比之前真的好过得太多了，早餐都能吃上鸭蛋加泡面这样的美食了。等2个孩子去上幼儿园之后，挖掘机师傅也已经就位了，势必要在今天把后院修整出来。后山的山体泥土质地很松软，一转眼的功夫就把山体往外扩展了许多。接着就是对凹凸不平的地面进行修整，搭建出来的鸡窝也要被拆除掉。后院种植的蔬菜也不能幸免于难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扩展的后院已经初具规模了。接着就是把卧室底下空缺的区域进行修整填补，这样就彻底的解决了卧室会存在随时倒塌的安全问题。虽然珍妮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但是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不仅会得到一片宽大平整的后院，家园的美观性也大大的提高了。关键是家里的生活环境已经截然不同了，彻底的摆脱了脏乱差的环境。经过了挖掘机一天的修整，现在家园已经是完全的大变样了。
之前挡路的大山已经彻底不见了，现在视野开阔，土地平整，范围宽广，看起来更有家园的感觉了。珍妮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敢想敢做。她养殖的大批量家禽也派上了用场，鸭群一直都是珍妮的依靠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家里不可能会发展得如此迅速。这不由得再一次的证明了珍妮当初的选择有多么的正确了。唯一遗憾的是，无法在河面上修出一条路来。送走了挖掘机师傅后，忙碌的一天总算是落下帷幕了。经过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，让人不由得想着珍妮的家园后续会被她规划成什么样子，真是太令人期待了。隔天一早，一家3口吃完早餐之后，珍妮背着竹篓就带着2个孩子外出了。由于昨天已经花了重金请挖掘机来修整了后院，现在家里已经是一点存款都没有了。好在当初就鸭棚那里种植的南瓜已经有一些到了可以贩卖的状态了，这才让珍妮的内心稍微平静了不少。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，所以珍妮打算把他们采集的镇子上进行贩卖。现在家里需要用到钱的地方太多了，修整出来的后院搭建需要用到钱，家里的日常开销也不能落下，这些压力都深深地压在珍妮的肩膀上。不过她没有后悔昨天的后院修整计划，之前那么艰难的时期都度过来了，现在家里还有着这么多可以用到的资源，这些无疑给珍妮的内心打了一针镇定剂。没多久的功夫就已经收集了1竹篓的南瓜，来不及休息的珍妮带着2个幼小的孩子就往着镇子上进发了，毕竟这里离镇子上还有着一定的距离。找到了一家商户的门口，和商户进行了一番友好的沟通后，珍妮就摆起了今天的摊位来。由于南瓜就种植在旧鸭棚的那一片区域，那里的土地养分很充足，导致南瓜的个头每一个都很大，卖相看起来也还可以，加上又都是纯天然的有机材，没有使用什么有害的化学物质，所以生意也比想象中的好了许多。但是尽管如此，还是耗费了珍妮好长的一段时间才全部销售干净。今天2个孩子一直在辛苦地帮助着珍妮，所以零食必须是要安排上的。由于建设整个后院需要花费上不少的财力，她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多余的存款了，只能是一点一点地购买一些材料回去搭建。这样金钱的压力不仅会小上许多，也能对2个孩子的生活有着一定的保障。就在一家3口忙着做晚饭的时候，老天爷又下起了淅沥沥的小雨。不过这回珍妮已经完全的放心了下来，后院现在已经修整好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洪水会威胁到家园了。珍妮的家园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一大早，她就在整理着鸭子的吃食，体会到了养殖鸭子带来的好处之后，珍妮照顾起它们就更加的勤奋了起来。毕竟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，家里不可能这么快的就发展起来，并且还得到了一个平坦开阔的大后院。前天开辟后院的时候，珍妮只能把2个猪仔安顿到了之前的小猪圈里，现在的猪圈明显已经容纳不下它们了。看来新猪圈的搭建要先提上日程了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是需要先把开辟的新院子给围起来，这样才能有效的对家园展开保护，并向别人宣示自己的主权。好在这里身处荒无人烟的野外，搭建的材料可以无限无次数的进行获取，这才让珍妮少了许多材料上的花销。2个孩子也都没在一旁闲着，尽自己最大的能力，在懂事的帮助着母亲分担着压力。收集好的材料就可以用来搭建了，将尖锐的一头沿着院子的边缘插入到地面之中，用来当做围栏的支撑点。随后就可以用购买回来的围网沿着院子边缘的支撑点进行铺设了，这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好自家的院子，也能和别人说明这里已经是有主的了。为了能让家里快速地回归到正轨上，珍妮今天打算先把之前拆除的小窝给它先安装回去，让老母鸡能接着进行孵化工作，母鸭也能在这里安心地带着小鸭子来继续壮大家里的养殖业。好在之前拆除的材料珍妮都保存了下来，这让她免去了许多编织墙体的时间。就是地面都是石头，又被挖掘机给挤压过，导致珍妮挖掘起基坑异常的费力。将竹子插入到挖掘出来的基坑中，来充当鸡窝的主力支撑。2个孩子一点也没在旁边闲着，在帮母亲收集着石头，来给鸡窝的地面进行硬化处理，这样能有效地保障鸡窝的使用效果，而不至于一下雨地面就会变得泥泞不堪。之后还需要搭建出一个平台，
让他们晚上能在上面休息，从而远离地面，躲避开野兽的袭击。剩下的就很简单了，只需要将之前旧鸡窝上拆除下来的墙体重新的安装在框架上就好。并把之前的瓦片屋顶回归原位，一个简单的小窝就算是搭建完成了。看着行动都缓慢了许多的珍妮，能看得出来今天的她异常的劳累，毕竟顶着炎炎烈火的大太阳，已经辛苦的忙碌了一整天了。不过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，起码现在家园已经有了新的规划，家里的生活也会慢慢的重新走上正轨。一转眼的时间，第二天又来临了。经过了昨天晚上一整晚的休息，珍妮的体力终于是恢复了过来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因为之前搭建出来的猪圈已经让2只小猪没有了足够的活动空间。为了它们能进行健康的成长，新猪圈的搭建就一刻也不能耽误。不过在开始正式的搭建之前，还需要去镇子上购买搭建所需要的材料。猪毕竟算是大种类的家禽了，在选择使用的围网方面，珍妮也是下足了血本，特意购买了比较坚固的铁围网，这样才能承受得住2只小猪的冲撞。用来搭建猪圈的材料，珍妮也选择了比较坚固耐用的原木，而不是之前一直使用的竹子。由此可见，这回对于后院的重新搭建，珍妮是有多么的重视了。将削尖的一头插入规划出来的地面上，用来当做围栏的支撑结构。随后在2个孩子合力的配合下，将铁围网沿着打造好的支撑点进行铺设，并用铁丝将它们牢牢地固定在柱子上，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猪圈的坚固程度。等把铁围网围拢到旧猪圈上的时候，新的猪圈就算是打造完成了。忙忙碌碌的辛苦了一天，终于是把2只小猪的成长问题解决了。期待它们能早日的成长起来，尽早的回报着家里。后院在珍妮这2天的辛苦付出下，完成了鸡窝和猪圈的升级打造工作。新家园的建设在慢慢的完善了起来，也更加的具有合理化了。这也预示着一家3口的生活环境在进一步的提高着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美好的一天从喂养大批量的家禽开始。昨天搭建的猪圈看起来还不错，2只小猪也完全的适应了新的环境，一家3口的家园也有了一点生活的气息。唯一有点不好的就是家里唯一能与外界联系起来的河又在涨水了。虽然说现在家里不用担心会受到破坏，但是如此汹涌的河水还是给他们带来了生活上的困扰。等目送2个孩子去上幼儿园之后，珍妮今天没打算继续搭建后院了，因为前2天购买的材料花销基本上已经是把家里的存款掏空了，所以她打算今天外出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收获来补贴家用，让家里的后院能接着进行升级。夏天的6、7月份正是野果成熟的季节，还没寻找多久的珍妮就已经有所发现了。这是一种叫不上名字的野果，不过经过了珍妮的一番尝试，感觉野果入口香甜软糯，应该能贩卖得出去。珍妮二话没说就往着树上爬去，她打算碰碰运气，采集一些到镇子上，看看能不能顺利的贩卖出去。没办法，现在家里实在是太缺钱了，只要能有一丝丝的赚钱机会，她都不会放弃。毕竟家里的后院简直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。好在树上的野果长得很集中，不多时的功夫，珍妮就采集到了满满的一竹篓，感觉到再多自己就背不动去镇子上了。她这才舍不得的背着往家里的方向走去，给2个孩子留下一点尝尝鲜，并稍作休整之后，珍妮又要背着沉重的竹篓往镇子上赶去了。不知不觉水位也已经上涨得越来越高了。由于今天野果的重量异常的重，珍妮走到一半就感觉背不动了，所以只能无奈的选择就地摆摊。好在这里是去镇子上的必经之路，人流量倒也不用很担心。就是这回珍妮的心里特别的忐忑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能接受他们。为了能很好的进行贩卖，她只能把价格压得很低廉了，毕竟这些野果也不值钱，卖出去总比烂在自己的手里好。蚂蚁再小它也是肉，慢慢的就会积少成多。辛辛苦苦的在路边蹲守了好几个小时，最终才把野果全部都贩卖了出去。虽然今天赚的钱不是很多，但是给孩子买零食的钱是必须要有的。孩子高兴，他也会跟着高兴。他们2个人是珍妮所有的动力来源，如果没有了他们，那这个家也就不叫做家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今天的天气依旧是灰蒙蒙的，没有一丝夏日酷暑的感觉。给两个孩子吃完早餐，并安顿好在家里乖乖的学习之后，珍妮就背着竹篓外出劳务去了。由于昨天的收入实在是太低了，迫不得已的她昨天在镇子上找人打听到，有一户农家目前正在招工务农，她今天打算去那里劳动一天来换取生活费。现在家里的开销实在是太大了，修整后院的时候就已经把钱都投进去了，导致现在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存款了。蔬菜现在也还没到可以贩卖的程度，目前就只能先外出务工来维持基本的收入了。虽然很累，但是珍妮也只能是咬牙坚持了，毕竟家里的后院还要等着她去建设，最重要的是还有2个嗷嗷待哺的孩子。时间在忙忙碌碌中总会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也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量。干活是会让人很辛苦很疲劳，但是钱到手的那一刻也会让人感到很满足。已经劳累了一天的珍妮又一头的扎入到了树林里边，趁着今天外出的功夫，她打算继续收集一些木薯。现在家里的生活比不上以前了，能省就要省。不过她在心里很坚定，这些困难都只是暂时的，只要她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家里的生活迟早有一天会重新的好过起来。菜园里的瓜果迎来了丰收时刻，平日里的辛苦终于是有所回报。种植芭蕉树对家园进行美化，院子的建设进一步的完善了起来。紧接着上一期，今天的天气看起来还算不错。珍妮一大早就带着2个孩子做好了洗漱。大儿子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小大人了，懂事的他时常会帮助着母亲分担家务，他能深刻的体会得到珍妮的不容易，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着母亲。虽然目前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的存款，但是眼前养殖的一大群鸭子给珍妮带来了十足的安全感，才让她的内心没有那么的紧张。今天家里迎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家里之前开荒出来种植下去的香瓜，在珍妮平日里细心的照顾下，终于有一些达到了可以贩卖的程度了。个头不仅长得又大又甜，关键是卖相还很好。平日里的辛苦付出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候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这大大的缓解了目前家里生活的窘境，这就是种植业给人带来的惊喜感。虽然平日里会劳累一些，但是一旦有所收获，就将会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。关键是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家里创造价值，来保障着一家3口的正常生活。等竹篓彻底的装不下的时候，他们才结束了今天的采摘工作。一家3口在品尝着自家种植出来的香瓜，品尝着丰收给人带来的喜悦感，并进行休整一番之后，珍妮就带着他们2个往着镇子上赶去了。虽然这回的竹篓也是沉甸甸的，但是珍妮的心里却是格外的开心。一想到能赚到钱给2个孩子带去好的生活，她走起路来都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找到一处人流量还算不错的路边，就支棱起了今天的摊位来。对于今天的生意，珍妮心里特别的安稳，因为她知道纯天然的有机食品根本就不愁卖，更别说他们每一个的个头又大，卖相又好了。果然跟她预想的差不多，还没等待多久就迎来了今天的第1位顾客。这位客人虽然看起来有点挑，但是最终还是被珍妮给成功的拿下了。有了第1个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第2个、第3个。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过这样子的收入了，有钱在手里的感觉让人的幸福感爆棚。他成功的熬过了所有的艰难时刻，现在终于到了享受收获的时候了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是家里第1次的大丰收。心情大好的珍妮不仅带着2个孩子吃了零食，还打算购买1只香喷喷的烤鸡回去，庆祝一下这来之不易的大丰收。尽管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但是这似乎并没有扑灭一家3口愉悦的心情。珍妮带着小儿子在鸭棚喂养鸭子，大儿子懂事的在厨房煮着今晚要吃的米饭，一家3口就这么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着。今天真的是让人高兴的一天，珍妮心里期待的好日子终于是到来了。隔天一大早，珍妮又迫不及待地带着2个孩子去自家的菜地仔细地查看了一番。看来昨天的收获让珍妮品尝到了甜头，让她感觉到了以后美好生活的希望。只是可惜大部分的瓜果还没到贩卖的程度，只有少量那么几个成熟了，数量太少了，还达不到贩卖的程度。珍妮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往家里走去。等给2个孩子吃完早餐之后，珍妮今天打算带着2个孩子外出劳务，想碰碰运气，看有没有什么意外收获。一家3口辛辛苦苦地找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看到野生的芭蕉，珍妮心里顿时有了灵感。
后院目前还缺少一些果树的种植，那为何不选择种植一些芭蕉树呢？这样不仅可以起到美化家里环境的作用，到时候长出芭蕉了，还可以进行贩卖来补贴家用。关键是野外就有很多芭蕉树苗，不需要花钱就能获取得到，简直就是一箭三雕的好事情。想到这里，珍妮手上的动作都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每当做一件对家园建设有帮助的事情，她从来都不含糊。为了这个家，她投入了全部的精力。在2个孩子的帮助下，完成了树苗的收集。一家3口又是扛又是背的，艰难地往着家里走去。等一切事前工作都准备完毕，并选取出一块合适的位置后，他们就开始了芭蕉树的种植工作。也许是受到了珍妮一直以来的影响，2个孩子也都在奋力地挖掘着土坑。尽管这些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些困难，但是他们也想为家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泥土里掺杂着许多的石块，这让珍妮挖掘起来并不是特别的顺利。尽管过程很辛苦，但还是挖掘出了所有的基坑，剩下的就很简单了，只需要将树苗栽种到基坑内，并会填上泥土就好。珍妮对于种植技术已经很熟练了，就犹如张飞吃豆芽那般的简单，因为这家里所有种植的东西都是她亲手操办的。现在种植下去的这些芭蕉树，又何尝不是珍妮对于家园的美好向往呢？趁着今天种植的这股冲劲还在，珍妮还额外的种植了一些植物，希望有了它们的帮助，能把家里建设得更加的美好。家园在珍妮的努力下，也在慢慢的完善了起来。